新梅姐你要示范。首先来吗？首先橡皮筋绑起来，这种的好了。首先家里一定有这一种的橡皮筋，对不对？这种弹性绳，好弹。然后呢，老师梳子可以借我吗？然后你在家呢，你就分中分，分中随便分中分，是随便吗？这样有中了吗？有中了吗？老师有。后面也分中分，这样大家会吧？目前左跟右，尖尾梳。然后呢，就把它 Q 顺就是梳顺，这边 Q 顺，用手。用梳子也可以，但是老师他发质很好，老师也把它 Q 顺。那我现在要前面长，后面短一点，后面短一点，所以我就要绑在前面。然后绑到下巴啦，真的啦。然后我就会这样从这边给它剪下去，把它剪齐吗？剪齐。然后我如果要，后长前短，对，我就要绑到后面去。那就不用分中分啦。哎，我好像讲反了，是前长，现在是要前长后短。对，前长后短。我就这样子把它绑到后面去。刚刚是前短后长。对，然后你就绑到你要的，比如说长度吧。都是绑一把哦。一把。我们的一把就是人家的随便一把就是我们的全部了。那你如果害怕啊，你自己剪啊，你就这样害怕，你就先从这边一点点剪嘛，然后你就放开再比一下，哎，好像还可以，然后你再绑起来，然后再剪，好像还可以。然后越来越少。不是啊，对吧？我都是这样子。那你手要这样往后剪哦。对啊，你就自己会有一个手感，这样抓着，比如说这样抓着这样一把有没有？你就会有一个手感啊，这样。自己修，真的假的？长发也行吗？对啊，那你如果就说要剪刘海，哎，我还有问老师我要不要刘海，哎，我就自己这样绑在这里。你要剪多宽你自己决定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剪很宽，你要剪很窄，那你就先从很窄的开始绑嘛。对，那你就先这样剪。剪一刀哦，你先剪长一点嘛，然后再慢慢，然后就把它放掉，放掉以后呢，哇，你就觉得哇还可以再短，然后你就再就这样报告完毕，可以吧，老师？还蛮厉害，很好，是一些通你知道完蛋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就去找老师吧。修坏了，好简单，没错，修到了啊，有没有去？你们都没有什么表示哦。我要说什么？我刚刚有想要说什么，应该是要洗头。哦，真的剪头发，好久没剪头发吗？老师，但是我的头发很卷哎，然后又很毛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很细啊。没有，他前面头发掉很多。真的。哦，你要帮他剪哦。我来帮他修个刘海，大家同意吗 ？OK 啊。修刘海，我对刘海一直有一种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要一直修，然后因为我头发又有自然卷，又会毛。我先把它往后绑的头发先顺好。对不起哈。如果它再一直绑，会越来越秃吗？就会像我这样啊。发际会一直往后吧。大家看我，其实我还蛮惨的，你看。是我看不见，就一直绑。对，我了解。而且我就全部变成是这样短，真的耶。然后就长这边也是断掉吗？就是整个毛囊，因为它压迫性掉发。你之前是编发的，没有绑很紧，以前像刚刚那个微我以前都是绑起来，就因为我后来就是整个压迫性掉发。什么叫做压迫性掉发？就是你把它绑得很紧，你长期这样的话，你的毛囊受到那种压迫，其实它自己就会萎缩，就会掉下来。是哦，所以围棋应该常常弄现在这样的。没有。他从电视里面爬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下班就这样。对，是不是？所有人都看过，我就这样坐电梯。电梯的时候，电梯真的好，所以现在要帮他剪了。我先把它长度剪掉一点。哎，你剪很多哎，好长哦。刘海啊，剪蛮厚的。我觉得女生刘海是很麻烦，可是你们这样刘海盖着，你们不会容易长痘痘吗？不会啊，所以清洁很重要啊。
会长痘痘，就是因为你清洁没清洁好，跟刘海无关。这样年纪看起来更小。真的。大家如果要自己修刘海啊，小云都自己修。对你一定要先分线前面分好之后，不剪的地方一定要先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对，才不会干扰。他把刘海摆的。老师，但是你怎么知道要从就是我现在要讲来。大家看哦，其实你刚刚看我散开啊，很像剪很宽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我这样散开，这样是不是感觉我好像剪很宽？对，很多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我这样拿起来，没有很多哎。其实我只有分这样一点点。麻烦你低头一下。低头。哦，一小把而已。所以小云你自己在剪的时候也会这样分，对不对？会啊，而且我要对，因为我的脸比较宽，所以我都不能超过眉毛。对，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像威奇的话，他来讲啊，其实因为他脸型条件真的还蛮好的，他只要在他的整个额头中间取中间就好了。对，他的中间就是眉毛前面1/3，也就是你的鼻翼对上来。那如果像小云的话，它不能超过眉毛是对的，因为它盖得刚刚好。但是小云的话，小云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再来讲，因为如果你的脸型是比较圆一点点的，我会建议啊，其实你不要想说我脸型大，我挑的这个三角区就是要大。不是，因为你越大的话，其实它会很像一个画框。你看哦，因为我分的区域是这样而已。这么少，很少。然后呢，大家分的时候一定是上面是窄的三角，窄的，下面是宽的。大概是一个预饭团的大小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因为威奇它的这里是其实是比较宽的，所以你的上面这个三角形就不要太宽。OK。大家记得，你上面分的太宽的话，越宽的话，这里的头发掉下来，它就会越蓬。所以你越窄的话，它窄嘛，所以它等于它垂直下来就刚刚好。已经不是说你要分大小问题，而是以这边来决胜负。因为它长期那个线就是这样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喷水。喷湿，你的这个根部都要喷湿，头发全部都是服帖的。什么叫服帖的？这个不是服帖，这个是你看它侧面有没有？它不是服帖。好。水枪服帖，你千万不要用梳子吹，什么都不要。第一步先湿的，当然湿的都是修一点点。好，湿的修一点点，原因是因为你要先让你的那个长度都均等，均等就是一样长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再转侧面，这样子就是顺的，它就不是凌乱的。对，好，所以你先湿的修掉。你想要长度的，你修1/3就好了，慢慢来，因为慢慢来，重头戏才是在前面。好，再来啊，所有的修的话，都先从中间，你可以中间短一点点。像我自己修的话，我是会这样子拿中间一撮，我先剪中间这一撮，然后你的剪刀不要这样平的，平的它就会是硬的，这样。一点点修，对。然后你不要想说我中间长度到这里，说我旁边长度也跟着一样到这里，那就会变很呆，很宽。所以你中间就短一点点，然后慢慢长下来，一个弧度出去。是。好，我现在先长度剪掉一点点之后，我要先吹干它。吹干它呢，很多女孩子家里的梳子都是这种。对。麻烦你们不要这样吹。不是这样吗？因为这样有蓬度。所以你剪完之后是有落差的，所以剪的时候都让它最服帖、最顺的。你只要拿这个排骨梳，你的动作是这样，往下，这样，好，吹完之后再来剪。如果你的这个发流，很多人这个分线分太久，它的线会分开。对。那很多人会说，那我吹它还是这样开怎么办？小诀窍，梳子放上去，左右。试一下，对自己刷一下，然后把它吹得这样顺的，这样 OK 好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吹完了，然后就会发现，还可以再短一点点。对，然后有一些那是吹全干吗？我根部都会吹干。好，根部干其实全干决定那个长度了。对，根部全部干就可以决定了。好。然后有一些自然卷，如果非常严重的，我会建议你就是夹一下，
夹什么？用离指甲夹一下，但是一定要过眉毛，不然你每天如果都不是用板夹整理你的刘海的话，它会断。往上跑。两侧是要留多少头发？两侧的话，它自然垂落的话，从你的眉毛过你的眼角，这样有没有？就是不会扎到你眉毛，然后过你的眼角顺下来 OK 这样好，这样是刚刚好。我跟你讲，维琪，你这样小10岁。真的。回到照片的时候，只要去校园里面，男大生一定会看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剪啊？真的吗？你老公今天回去要生第3胎，太快了。我只有修中间而已，我刚只有修中间大概0点几公分。那因为它有自然卷，所以它会缩上去。所以大家就是要切记，就是说你不要想说我要到眉毛。那我吹干了，我就一下子修到眉毛，它还是会往上缩。那我中间修完之后，它两侧我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帮它整个刘海顺过，我才能开始接这个旁边，好，这样才是对的。你夹的时候，第一不可以拉这么紧，这个叫拉紧，好，你很简单的动作就是，这是刘海，我示范自己的，你自己如果要用的角度，比如说这是刘海这么短，你的尖尾梳放上去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这样夹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不要去把它拉很紧的原因，是因为拉紧的那个弹性会被你破坏掉。你等下剪完，像是洗完头吹干会完全不一样，你就会哭了。好，这是自己弄毁了就要等很久才回来。这老师很难排吧？好，这一片我先夹好了。哦，那你看有夹，两边转一下，小心。好，有夹跟没有夹的蓬度，有夹的脸型跟没有夹的脸型是不一样的。我要来讲第2层的重点。好。第2层呢，你会看到它的根部都还好，但尾巴都歪七扭八，原因是因为它的自然卷。对。所以其实我会建议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修完刘海自然卷，你没有办法每天夹的，你可以去请你的设计师帮你做一件事情，听好，叫做调整发流跟调整发质。发流也可以调整，可以，这很简单。是改变它的发流。调之后，老师那个发流就一辈子都不会跑了吗？不是，是它长出来又会你要给它一点时间。好，你看，你就一个这样顺完，好好看哦，这样顺完就好。好像养很爱。另外一个，第3个，根部都不要去抬高，好，你不要想要把它拉高，你就这样顺的板夹，这样顺，好，不用刻意去弯它。好，你看我2侧已经帮它夹好了，所以步骤就是1，先施法修大概的长度；步骤2，排骨梳 Z 字形往下吹干，这是步骤2。步骤3，根部吹顺之后修中间。完了之后，步骤4，用板夹先整个顺完之后，步骤5才来决定你2侧是要直一点还是要蓬一点点。好，你看我整个夹完之后，你看它也可以这样拨。再来呢，你看它的那个，我还可以侧分呢。侧分。哦，好可爱，又变不一样，这样好看，好看呢。它也可以这样。好强哦！只是修个刘海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脸型也更好看了。扎个高马尾，看起来年轻又俏。